男孩在校表现优异，品行端正，听闻同学聚会有众多佳丽，他心生向往，于是悄悄借走了父亲的的士钥匙。为避免被发现，他拆除了行车记录装置。不熟悉驾驶，他在5环路上迷了方向。聚会即将开始，他却险些迟到。红绿灯前，他不得不等待。这时，一名年轻女士搭乘了他的车，作为的士司机，他无法拒绝载客。无奈之下，他开始了不情愿的接客之旅。加油途中，女孩意料之外，女孩不经意丢弃的烟头，意外地转变了他的命运。显然，男孩错过了聚会。然而，身旁这名既美丽又开朗的女子令他觉得也不错。女孩向男孩递出了一颗药丸，男孩接过药丸的那一刻，亦步入了不幸的命运。女孩突然动刀，男孩侥幸未受伤害。女孩随后伸出手，并将刀子交到男孩手上。俗语说，酒后豪气冲天，刀光闪过，命中目标。女孩的手流血，却毫无痛感。酒精作用下，两人荷尔蒙飙升，冲动之下，血迹随女孩至楼上。二人随后开始打扑克，场面紧张刺激，细节留给读者想象。再次醒来，男孩发现自己在沙发上，稍微清醒，意识到时间已晚。他上楼想要和女孩告别，触碰女孩时，他感到了不对劲。开灯那一刻，眼前的景象令他惊恐失措，他慌忙逃离女孩的公寓。急于离开，他却发现钥匙遗落在女孩家中，门在他离开时自动上锁。他打破玻璃门，手上留下长长的伤口，血迹斑斑的房间让他心里崩溃。在混乱中，他带走了一把带有自己指纹的刀。他匆忙离开现场。不知情的他，老人从对面公寓目睹了一切。回家途中不巧遇上了查酒驾的交警。贤秀见状，赶紧把刀藏到了衣服里，惊慌涣散的眼神被执勤女警察觉，并要求查酒驾。可偏偏这时酒精检测仪没电了，而女警又接到了附近的报警，他们只好带上贤秀一起先去现场。于是贤秀再次被带到自己刚刚逃离的地方。举报的目击证人是个眼花的七旬老人。此时的贤秀已经吓得满身大汗了。这时又过来一个老刑警，只是看一眼老刑警就觉得贤秀哪里不对劲，让同事先带回警局。与此同时，一个陌生男子声称刚刚看到了一个帅哥从屋里跑出来，这一幕让普组长看到了。普组长叫住了要离开的男子，并让他说出刚刚看到的一切。可这时该男子又矢口否认刚才说的一切。另一边不知所措的贤秀挂掉了爸爸的电话。当他趁警局的人不注意的时候想要逃离，刚才的目击证人进来了，紧接着普组长也回来了。普组长怀疑贤秀是吸了大力，所以让警员对他进行搜身，结果在贤秀衣服里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水果刀。再一看，贤秀一切特征都符合字迹证人的证词。此时的贤秀已经被吓得崩溃了，而家中焦急等待的爸爸却不知儿子已经变成嫌疑犯了。他们脱光贤秀的衣服，身上的血迹和抓痕更让他百口莫辩了。贤秀也想请个律师帮他，结果遭到一个警察的嘲笑。这时申律师看着明星脸的贤秀颇感兴趣，通过了解贤秀的案情，阅人无数的申律师见到贤秀的第一眼就相信他是无私的，于是在贤秀最无助的时候成为他的律师，并且告诉贤秀，事实不重要，对你有利才是最重要的事。此时警方正在大量搜集人证物证，包括案发当晚声称看到贤秀的目击证人。很快这个案子被将记者盯上了。就在他想申律师了解内情时，吃了闭门羹。但这时出现了2个他熟悉的警察。第二天全裸美女被杀案件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很快也迎来了第一次庭审。就算申律师极力辩护，于是贤秀开始了悲惨的监狱生活。但是在面对警察罗列的大量证据面前，一阵焦急等待之后，得到的结果还是让他难以接受。得知贤秀有哮喘，警长推荐即将退休的老刑警至知名公司法务部，并强调需呈递一份亮眼的退休简历。组长沉思后，加快了收集贤秀认罪的证据。平素冷静的组长遣散了周围的同事，竟将破案现场的药物偷偷带给了他，试图从贤秀口中套出更多信息。尽管贤秀迫切希望自证清白，但他仍遵循申律师的告诫，我们不该交谈。开庭前一天，组长亲选了一套合适的衣服给贤秀，然而那品味却并未得到申律师的认可。组长与检察官讨论案情，检察官询问胜算时，向来自信的组长竟犹豫了3秒。检察官察觉到了组长不寻常的表情，当检察官也对胜诉抱有疑虑，组长却突然说道。申律师这时走了进来，检察官会心一笑，命运终将到来。面对警方的铁证如山，贤秀步入了更加恐怖的监狱生活。而此刻的他不知已成为焦点，一只大手在女人腿上徘徊，女人紧张地回头望向狱警，但是男人似乎对这个小袋子不太满意。紧接着，男人得到了一小包物品，之后女人告诉他不必再给他汇款，因为他即将被调离。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交易，在这个连呼吸都受限的地方，却处处潜藏着秘密。还有一个看似很有文化的大叔。贤秀被分配至8号房，除了一名神经紧张的狱友外，害怕的贤秀几乎感到窒息。就这样度过了监狱的第一个不眠之夜。次日点名，狱警在贤秀面前徘徊，似乎在策划些什么。与此同时，楼上的刀疤男也深意地望着贤秀。同房的老人向贤秀介绍了监狱的核心人物，
代表着釜山黑帮势力的长发团伙。他善意地提醒贤秀，在这里不能显得软弱，否则就会像其他囚犯一样被任意摆布。老人还警告贤秀，如果有人提供帮助，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随着刀疤男的到来，气氛陡然紧张。昔日的霸王在他面前也收起了锋芒。他被称作北区看守所中的狮子，仅凭绰号便可窥视他的凶悍本性。贤秀从医务室领取了他的哮喘药物，同时他向医生额外请求了一些消炎药。看见角落受欺的狱友，贤秀伸出援手递上止痛片，却在此时那霸王再次出现。正当霸王伸手向贤秀逼近之际，一声哨响意外地成为了他的救星。即便是霸王在刀疤男面前也不免忌惮。贤秀赶紧冲出去给申律师打电话，于是他决定暂时放过贤秀。贤秀惊疑不定地打量着这位刚刚救他的人，连狱友们都难以置信，这位看似温文的新人竟如此果敢。在这无望的囚笼中，他恐惧着长久的囚禁。然而申律师只能安慰他，不要过度担忧，毕竟只是暂时的羁押，仅仅10天。申律师正努力通过媒体质疑案件，挑战检方的不当调查和无罪推定原则。正巧一名神秘女性目睹了新闻报道，并对此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他拨出电话，询问起了贤秀家的地址。原来他是一家知名律所的普律师。此时正蓄满忧伤的贤秀欲返回牢房，却被狱警拦下。狱警脸上掠过一抹狡黠的笑容，接着贤秀被一块黑布蒙住，带至一座孤立的小黑屋。紧接着霸王出现在了场，贤秀尚未反应过来，便感到粗麻绳勒紧了他的颈项。贤秀被凌空吊起，濒临窒息的边缘。狱警叩击铁门，似在警示不要走得太远。霸王这才命令手下释放。贤秀侥幸逃过一劫，回到房间，贤秀被刀疤男召至一旁。刀疤男向贤秀解释，监狱中每个人都将经历这番洗礼，以此服从。贤秀心有余悸，面对刀疤男却无言以对。在洗漱间，一位背部有疤的狱友友善地递给他洗发液，并留下一句含义深长的话：都志泰的手下来寻找贤秀。随后他们将贤秀带至锅炉房的深处，地上跪着的几名犯人正是曾欺负过贤秀的同伴。都志泰命贤秀找出那些秘密持有香烟的人，接着他亲手割断了其中一个人的手腕，而贤秀在一旁沉默着没有出声。都志泰以威胁逼迫，声称不解决问题便无人生还。环境艰难，无奈之际，贤秀迅速做出了选择。都志泰对结果表示满意，将贤秀领出。你见过这般被溺爱的兄长吗？得悉贤秀将面临羁押审查，不仅送上了刑事诉讼法一书，并且为了给法官留下良好印象，还特意让狱警送上一副眼镜。可是由于惊恐中的贤秀迟缓的表达，普律师的名声招来了更多媒体的目光。普律师看着遍体鳞伤的贤秀，连法官都快看不下去了，向法官陈述一个本分学生被囚于重刑犯之中的风险，并试图以此申请保释。验检察官曲解事实，称其为狱中逃跑时造成的伤害。言语不完整的贤秀，最终法官宣布在无确凿证据之前继续羁押。同时，申律师并未放弃贤秀的案件，在受害者红菊花的社交圈中找到了线索。红菊花早在3年前就在此诊所非法取药，诊所医生为避麻烦，将诊断记录交给了申律师。申律师将证据出售给了普律师助理徐素贞。普律师携带证据找到验检察官，验检察官意识到了证据的关键性。随后，验检察官与普律师就量刑问题进行交易，提出强奸杀人罪判17年，普律师主张过失杀人罪判8年。经过协商，双方定为过失致死10年，但前提是需要自白。普律师对此结果甚感满意，他的职业成就又将增添一笔。随后，普律师赶往监狱，向贤秀传达他认为的最佳结果。可贤秀难以接受这一现实，坚称自己并未杀人，自白等同认罪。普律师察觉贤秀的迟疑，于是安排徐素贞在开庭前再次劝说。这时申律师也加入了进来，贤秀寻求申律师的建议，申律师认真地对他说明情况，随即再次进入庭审。法官最后询问贤秀是否有罪时，犹豫中的贤秀想起申律师曾给予的建议，全场哗然。贤秀重返牢房，面对监狱霸王，在擦肩而过的瞬间，狱霸偷偷拿出事先准备的利刃，向贤秀按下杀手，但贤秀并未呼救，反而直奔狱医那里。这一幕落入都志泰的眼中，医务室空无一人，碰上有接骨师之称的都志泰小弟。贤秀意外出现在都志泰的房间，意外的，都志泰拿起绣花针，亲自为贤秀处理伤口。都志泰再度强调，回到这里就得明白生存的规则。沉思的夜晚，贤秀回忆起如噩梦般的经历，只图名利，不信任他的普律师，急于结案的警察，一再对他算计的检察官，不会轻易放过他的狱霸。他终于明白了一切。由于贤秀的拒绝，普律师愤怒地放弃了辩护，贤秀再次被押回牢房。卷毛狱霸立刻找到贤秀威胁他，贤秀用申律师给的钱去找都志泰买烟。接骨师在一旁提醒他，都志泰以为贤秀只是来发泄，便答应了他，但贤秀却索要2盒烟，他给的钱甚至不够买1盒，况且规矩是每次只能买1盒，还拿出了他祖传的刮胡刀。
熟悉剧情的人都清楚都智太对贤秀的宠溺，显然都智太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原来卷毛浴霸早知道贤秀回来会找他，用威胁让贤秀为他办事。贤秀将烟递给卷毛，但卷毛仍然不满，他要的是3盒烟，让贤秀再一次被噩梦惊醒，并警告贤秀作为惩罚，明天还要多带2盒。精通规矩的卷毛显然是在找借口对贤秀下手，他将滚热的烟头塞入贤秀口中，每天活在恐惧中，精神一度濒临崩溃。自上一位狱友自杀后，贤秀成了卷毛的新目标，他的精神状态也如同前被欺凌致死的狱友。第二天，没钱的贤秀只能向父亲伸手，再次找到都智太。都智太犹豫后再次答应了贤秀。实际上，都智太在等贤秀主动求助。果不其然，贤秀再次被暴打。变态的卷毛用打火机烧伤了贤秀的手。正是在此时，都智太出现，将贤秀带至医务室，并处理了他的伤口。因哮喘要被卷毛没收，御医给了贤秀替代药物，并警告这是禁药，下次就不能再多开了。贤秀含着痛苦，勉强签下了名字。随后，都智太带他前往一处温暖湿润的所在。原来是都智太安排了接骨师去款待卷毛。卷毛一见是自己要向先前的贤秀低头，立刻一口回绝。都智太亲自介入：“你以为这就结束了？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只见这位老大哥举起一杯滚烫的开水。这时，卷毛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马上改变态度，赶紧认错。都智太瞥了一眼身后的贤秀，没有叫停的意图，于是便当场展示了一项惊人的本领。就在此刻，3名狱警登场。你的事情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贤秀以为自己将被带走，却没想到狱警带走的是卷毛。卷毛在被带走时还在大声喊冤，但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又能改变什么？毕竟连监狱长都亲自给都智太送来了寿司。监狱长的孩子曾被不良少年欺凌，他的妹妹因为校园霸凌被迫转校，而都智太仅用一部手机就掌控了狱外的世界。这还不是全部，都智太还向贤秀透露，他的父亲因出租车被扣押，不得不加入送外卖的行列。贤秀震惊地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接骨师随即过来给贤秀打了一针。贤秀好奇地询问为何需要打止痛针，都智太告诉他需要他帮个忙，因为他想要获取监狱中没有的某样东西。贤秀感到情况不妙，想要拒绝，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随后他示意接骨师开始行动，接着贤秀出现在医院，医生帮助贤秀接回了脱臼的手臂，还要给他缠上夸张的绷带。贤秀经过狱警的检查，再次返回了监狱。贤秀不解地问那位大叔，为什么自己明明出去跑了腿，却什么也没做就返回？大叔告诉他，有些事情不知道更好，让他专心准备明日的首次审判。那个狱霸正在监狱里煮一块毛巾，你以为他在消毒吗？这都要归功于贤秀刚刚脱臼的胳膊。水都煮干后，原来他嫌监狱的饭太淡，正在自制盐巴。只见他轻轻碾碎盐巴，尝了尝，果然是咸中带鲜，回味悠长。申律师看到自家门前出现了一双美丽的长腿，眼神顿时闪烁着光芒，原来是新手律师徐素贞，并关心询问贤秀身上随处可见的伤口。蒲律师将辩护代理权给了徐素贞，而徐律师因为自己没有任何经验，无法独立完成，于是找到申律师约定5000万替他完成辩护。申律师来到监狱告诉贤秀这个消息，但贤秀闭口不言，因为他知道这里的一切外界根本干涉不了。此刻他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狱一样的牢房，每个人都在筹备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恶仗。申律师请求国搜科的前妻再去案发现场勘查，前妻看见一向不走心的申律师突然认真工作的样子，鬼使神差的精心打扮了一番，却看见他和年轻的徐律师聊得甚欢，瞬间醋意大发。可这前妻的职业素质真不是盖的，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很快就发现了2楼阳台的门锁是坏的。那么如果有不怀好意的人，也可以从阳台进入卧室。而对于第一次接触毒品的人来说，前妻还指出，这么年轻的小姑娘生活品质这么高，连沙发看起来都价值不菲。回来后，前妻看着贤秀的检验报告，再次提出贤秀服用了多种毒品和大量的酒精，就算当时把他双脚砍断，也不会有知觉的。这可能也能成为法庭上的一个说辞。结果2个人聊着聊着，就彻夜未眠地重温了感情。另一边，验检察官因为没有找到有力的直接证据，于是找到了法医朋友，心里似乎有了新的盘算，希望帮他验证贤秀手上的伤口非门锁所致，而是作案时刀落划破的。法医若有所思地看着照片，一杯热酒下肚。与此同时，警察组长也彻夜未眠，重新梳理了案发当晚的所有证据链。很快就迎来了最重要的第一次审判。都智太得知特意给贤秀带来了新衬衫，却被贤秀冷冷地拒绝了，而是穿上了妈妈给他准备的衣服。申律师见状，连忙和他调换了衣服，并精心为他打扮了一番。这次的陪审制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难，因为验检察官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刚开始，验检察官就用了大量被害者惨状，这些冲击力极强的照片刺激着每一个在座的陪审成员，并提出事后嫌疑人还去试图擦掉桌上的血迹。他不仅时刻提醒着各位陪审团一张照片，时刻提醒着各位陪审团不要被贤秀的外表所欺骗，更不要被辩方律师的言辞所迷惑。
申律师冷静质疑警方呈现的证据的真实性，追问是否有重要线索被忽略，指出贤秀作为一个与死者无关的普通大学生，没有任何向受害人行贿的动机，谈不上采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检察官展示了一个喷水壶，然后出示了一张精致的照片，并陈述当夜的鉴定结果表明，受害者身上全是贤秀的痕迹。陪审团顿时哗然。鉴定专家接着指出，现场明显有销毁证据的迹象，并且发现了贤秀的指纹。申律师抓住机会向鉴定专家提出质疑：如果嫌疑人企图销毁证据，为何现场遗留众多指纹和 DNA？ 这种情况显得异常。或许还有另一种解释，是不期而至的意外造成的恐慌，在惊慌失措中无意中犯下的过失。鉴定专家经过思考后，也同意这种可能性较高。申律师因此逆转了局面。面对这种逆转，验检察官显得不妙，于是他出示了关键证据。他请法医证明贤秀手上的伤是如何造成的。法医坚称这是贤秀在攻击受害人时手滑所致。法医提到，这种残暴的手法可能源于情感纠纷。这时没人注意到观众席上一位紧张的美女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整个过程。申律师随即出示了贤秀的检验报告，并质询法医。法官也承认在药物作用下丧失记忆是可能的。申律师再次为贤秀赢得了1分。验检察官不甘示弱，发起反击。警方已经收集了超过117条的嫌疑人证据，但由于嫌疑人不认罪，也无法回忆，拒不认错。因此，验检察官建议法官让贤秀重返案发现场。法官担心案件引起公众轰动，虽然有所保留，但由于检察官的要求是正当的司法程序，24名陪审团成员也以全票通过回到现场进行模拟。贤秀显得害怕，不愿意去。申律师鼓励他，迟早需要面对这一切。很快，所有人抵达了案发现场。连绵的阴雨似乎反映了贤秀那时的无助。检察官们带着正义的神情站在门外，似乎贤秀即将接受正义的审判。申律师随后赶到，为贤秀撑腰，两人一起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没人预料到现场模拟会出现意外连连。申律师突然注意到一个年轻女孩在远处注视着，普刑警在恢复案情，而贤秀看着眼前的一切，脑海中不断回放那天的情形。周围人还在不断提示演员要表现得更为粗暴一些。当他们进入受害人的房间时，演员的高度还原让贤秀感到汗毛直立，仿佛贤秀目睹了自身成为那罪犯。随即眼前一黑，贤秀在现场昏迷，紧急送往医院。申律师因皮肤炎恶化，担心影响表现。次日，新晋律师徐素贞接手辩护。对徐律师而言，这是他首次出庭审理，缺乏经验的他初登场即被手机铃声惊吓。女交警叙述案发当日细节后，徐律师迅速质疑，由于酒精测试仪无电，贤秀酒驾的判断未能成立，且在缺少逮捕令的情况下，贤秀被私自扣留并被带离现场。女交警的行为合法性存疑，问题被徐律师一一追问。出警警官称贤秀曾在车内表现出担忧，询问那女生死了吗？徐律师冷静解释，此问也可视为对受害人的关心。警官称贤秀当时并非出于关心。徐律师继续追问，得知受害者遇害时你何感？警官显得心虚，支支吾吾。徐律师向贤秀询问原因。一段警官车内对话曝光，警官冷酷，用案件数字拼出彩票号码，因此大家嘲笑他爸爸，并给他取外号300元。两证人面对徐律师的质询，哑口无言。验检察官请贤秀高中班主任作证，老师揭露了更震撼的事实：贤秀曾因斗殴被迫转学。贤秀回望父亲，提及父亲因出租车费上涨抗议而罢工。贤秀被讥讽后暴怒，未向学校说明真相。考虑到父亲面子，贤秀为失误真诚道歉，并赢得同学的宽恕。徐律师言道：今日我首次担任律师出庭，在此关键时刻，我也犯了错，是逮捕贤秀的交警，用案件数字够彩的警察，或是为父尊严打同学的贤秀，难道都不值得原谅吗？控方无直接证据证明犯案，却试图证明被告人品问题，仅此就能判定一个人的罪行吗？徐律师的有力辩驳使所有人改观，连验检察官也未料到会被新手压制。审讯结束，申律师找到了贤秀，手中握着案发现场的照片，质问着贤秀，询问是否是他取走了房内的水果刀。贤秀承认他只取了厨房中的一把刀。申律师感到困惑，认为还应有另一把刀存在，继而询问贤秀是否听闻过被害人提及的闺蜜尹孝珍。贤秀似乎有所记起，申律师从其回答中感知到了闺蜜可能有所隐瞒，迅速定位到被害人的好友尹孝珍。尹孝珍正跟踪着案件的最新动态。与此同时，一队调查团队抵达监狱，要求提供最近一次保外就医的囚犯名录。缉刀科通过监控录像找到了线索，贤秀那天回监狱时手臂上缠着绷带，于是他被带出接受讯问。萨检明确指出，给贤秀包扎的就是关键人物，指责绷带缠手的贤秀就是接收信物的人。贤秀无辜的提问让萨姐哭笑不得，因为无法判断贤秀的真实心态。冯姐透露，这次调查的目标是都智泰，她期望贤秀能够坦白所有她所知道的，同时提醒他留意自己案件的进展，避免给警方留下抓柄。此时，缉刀组长直接前往都智泰住所，直白地告诉他已经布置了长期的陷阱，
今天是为了将他这条大鱼带走。都智太自信地提出质疑。正当这时，组长接到了上级的电话，从冯姐的神情判断，显然并未得手。组长不愿空手而归，而都智太已准备好了回礼。在事后，都智太将一部手机作为感谢赠送给贤秀，还建议他用这部手机联系父亲。电话中，贤秀得知都智太帮忙解决了父亲出租车的问题，同时徐律师揭露了案发夜的监控资料。申律师发现一个男子与被害人有过接触，并跟踪了贤秀的车辆。申律师沿着线索找到了该男子的工作场所，得知男子因隐瞒性侵前科并带着电子脚镣而被解雇。申律师试图从尹孝珍那里获取线索，确信他隐瞒着某些秘密，威胁他，如果警方得知这些，将会展开深入调查。尹孝珍急切辩解。申律师追问，如果无愧于心，为何不敢领取快递？尹孝珍无奈透露了他们曾共同购买过竞品。之后，申律师走访了一家肉铺，目睹了那精湛的刀工。律师身上前询问老板，为何被害人当晚会致电给他？老板否认了这一点，但他那不安的眼神背叛了他的心虚。申律师不依不饶地追问他们是否一直有交易往来，特别是案发当晚。老板显然开始紧张起来，看着老板的脸色，申律师满意的离开。仅仅一根烟的时间，申律师又回来取走了那部正在录像的设备。恰巧在这时，老板结束了一通电话，这段录音竟是他与君孝珍的对话。然而徐律师指出，由于这是秘密录音，并不能作为法庭证据。申律师却觉得这些并不重要，提到了被害人生前曾与闺蜜尹孝珍大吵，并且案发当晚见过她的大理石肉铺老板严基志，这三人之间还存在情感纠葛，他们都是案件的嫌疑人。申律师根据监控线索找到了一名可疑男子，最初这名男子表现得颇为平和，但在申律师的激将下，男子露出了凶狠的面孔。申律师本能的闪躲，斧头深深地砍进了他身后的铁皮上。与此同时，贤秀那边的庭审再次开始，这一次证人是普刑警。普刑警详细列出了指控贤秀的证据，并指出贤秀那晚的行为与杀人犯的特征吻合。他首先在深夜有意寻找美女作为猎物实施犯罪，事发后也未立即报警，甚至在遇见交警时，在回警局的路上，直至到达警局，有很多次自首的机会，但他一直沉默不语。他还企图销毁证据并逃跑，并携带了作案工具。正当验检察官要补充时，一直沉默的贤秀忽然开口。徐律师提醒他，这样对他极为不利，但贤秀此刻只想倾吐心中的委屈和不满。验检察官狡猾地抓住了贤秀不严谨发言时的漏洞。验检察官还在挑衅他，如果想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陈述，可以坐上证人席，上来就问被告是否是一个正直的人。贤秀当然是肯定的回答。徐律师劝贤秀再三考虑，但贤秀坚决的回答。兴奋的验检察官心中暗自决定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此时贤秀还不知道，他的草率行为正把自己推向深渊。他接着问贤秀是否想要重新考虑答案，贤秀断然回答不需要。于是验检察官开始刁难他，问他是否得到了父亲的允许开走出租车。没有。你持有出租车驾驶执照吗？仍然没有。那你就是在非法运营了。贤秀坦言确实如此。为何你刚才侧头？贤秀觉得此问题并不关键。你不认为因非法驾驶而可能导致父亲失去驾照的事情重要吗？随后他质疑贤秀是否会危害他人生命，并没有。那在吸食非法药物醉酒之后，你为何还要驾驶呢？贤秀懊悔地低下头。接下来检察官询问，如果那晚乘客是男性，是否还会带他去汉江公园？贤秀坦诚地回答不会。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刺激人的问题。看到陷入深深自责中，检察官虽口头上这么说，但指控贤秀身体上已与他有所接触。检察官一直在试图激怒贤秀，然后他试图将贤秀的情绪拉回案发那晚歇斯底里的抓狂后，贤秀怀着深重的自责和悔恨，情绪再次失控。检察官继续质问。申律师面对男子的突然敌意，在慌乱中从包里掏出防身武器，这激怒了对方。那男子转身拿起镰刀，准备再次行凶。就在这时，幸好金刑警及时赶至，原来申律师早有预感，提前请求了支援。最终该可疑男子被控制。申律师立即向徐律师报告了这一关键线索，却意外地被告知，由于贤秀在法庭上突然自愿作证，但在检察官强势的压迫下，贤秀不仅未能洗清自己，反而因深感自责而不慎说出不利自己的言论。重返牢房的贤秀在检察官的言语攻击下开始自我怀疑，连昔日信任他的球友也对他深感失望。贤秀在庭审中的一句不知道，导致媒体上充斥着他似是认罪的报道。经贤秀的不知道难道是间接自首？贤秀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此时狱霸卷毛走了过来，他这次没有欺负贤秀，反而对贤秀可能的背叛行为报以冷嘲热讽，离开前还炫耀着手中的手机。贤秀看到那熟悉的手机，急忙返回牢房。正如所料，都智太赠送的手机落入了卷毛之手。贤秀孤身一人找到卷毛，企图夺回手机，而卷毛正想借此机会再次独自教训贤秀。贤秀这次没有忍让，而是直面挑战了对方。尽管这样，他还是不敌卷毛，很快就被卷毛再次打倒。囚犯们都避开贤秀，
如同避开疫病，连曾经帮助他数次的大叔也弃他而去。只有远处的都志泰依旧关注着他。心灰意冷的贤秀在想要放弃之际，抬头望向高处的牢房。贤秀最终决定主动找到都志泰，却不知这一行动将他再次推向深渊。都志泰向贤秀透露了他手臂上纹身的由来。显然，都志泰年少时与他有着类似的境遇，也曾因暴力事件被错判。那时没人相信他的清白，而他的前妻也送来一份关键的证据。在一番挣扎之后，他获得了新的认识。说完，递给贤秀一根棒棒糖。贤秀这次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不止如此，他还帮贤秀取回了手机。而在另一方面，申律师在皮炎恶化的情况下，仍在努力寻找案件的新突破。申律师对案件的所有嫌疑人进行了再次梳理。随着再次开庭，申律师提醒不羁的贤秀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但已经绝望的贤秀显得毫不关心。申律师向受害人闺蜜的男友严基中提出了质疑。严基中承认他确实在喝酒后与受害人发生了亲密行为，并称受害人之后对闺蜜说是他强迫的，用此来威胁她。申律师抓住机会深入追问，那你是否因此产生了杀意？但被验检察官以审讯不当为由制止了。申律师继续追问，警方有对你进行过调查吗？严基中回答说没有。验检察官显然因为普刑警没有向他提供这些信息而感到被动。申律师随即向受害人闺蜜尹孝珍提出质疑，询问她得知被欺骗的想法。尹孝珍激动地在庭上爆粗口。申律师又问道，听说遇害前你们曾有争执？尹孝珍解释说只是拉扯头发的普通女生争吵。申律师随即在大屏幕上展示了一份医院的诊断报告。尹孝珍无言以对，显然他还有很多秘密瞒着不肯说出口。在申律师的提示下，尹孝珍又提到案发当晚曾尝试打电话给受害人，但未得到回应。申律师质问他当时的感受，尹孝珍却说那晚他想要原谅并和受害人和解。申律师追问是否因此受到警方的调查，尹孝珍否认了警方的调查。申律师巧妙地提出疑问，指出尹孝珍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未受调查的事实颇为可疑。尹孝珍的回答似乎让验检察官颇感满意，尽管申律师提出了诸多疑点，庭审过程中仍未显著改变局势。与此同时，徐律师和申律师察觉到了贤秀的变化，他被一次次击倒，仿佛在拳击馆中训练，实则是监狱中的大哥在教授贤秀拳法。贤秀很快适应了这种状态，每天锻炼，致力于变得更强。正当他认为局势将会好转时，一个给妹妹的电话让他震惊。原来家庭因他受到波及，不得不出售房产，母亲也失去了工作。妹妹尖锐的指责和埋怨，母亲的不信任和漠视，让他将所有怒火都发泄在拳头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发泄着自己的委屈和愤怒，眼神变得愈发坚定。当电视上首次播出有利于他的新闻时，他却毫不犹豫地关掉了电视。面对同伴的不满，他表现得无畏而淡定地离开。然而转身，他又遭遇了挥之不去的卷毛。这一次，他没有避让，而是直接向前走去。卷毛愤怒地将他拖回。面对贤秀的轻蔑眼神，卷毛随即邀请他进行1对1的对决。恰巧都志泰路过，告诉他无论输赢都应该做个了结，以免日后麻烦不断。回到房间，贤秀果断地剪短了头发，随后前往约定的地点。卷毛自信地威胁贤秀。就在他正要评论贤秀的新发型，房间突然陷入一片漆黑。当卷毛伸手去拉闸的瞬间，贤秀已经迅速出手。面对升级之后的贤秀，卷毛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试图还手，但在反应过来之前就已被击倒。接着，贤秀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释放着狱中积压的不满与愤怒。他回想起都志泰那句耐人寻味的忠告，拾起地上的花盆，沉默了片刻。可这时他停了下来。卷毛仍旧不忘挑衅和讥讽，贤秀用尽全力将其砸向地面。幸亏他最终被理智牵引回现实。他重回牢房，感受着身体的疼痛。激烈冲突后，他的哮喘又起，欲用药物平复那波动的情绪。那喷药器仿佛在嘲笑他的脆弱。他决心抛开这个让他显得弱小的物件，于是他将其摔向远方。随后深呼吸，尽力平静心绪。普刑警审讯那个曾威胁申律师的李哲浩。李哲浩嘴硬如铁，紧闭不言。普刑警微微一笑，扫过李哲浩的足尖。不久，李哲浩被释放，回归自由。申律师皱眉，困惑于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刚萌芽的希望又一次被扼杀。徐律师询问明天的证人出庭事宜，申律师肯定的点头，但又似有所思。开庭之日，李哲浩出现在证人席，贤秀摒弃了学生气，换上了利落的黑衬衫。李哲浩就坐，成为焦点。申律师眼中闪过一丝希望，他询问贤秀是否记得案发夜的这个人。贤秀肯定了在加油站的瞬间。监控画面回放，李哲浩与被害人的对话清晰展现，李哲浩却装作失忆，否认记忆中的一切。申律师追问其快递服务中的投诉历史，李哲浩淡然回应，仿佛投诉不值一提。申律师揭露了李哲浩3年前的罪行和仍带着的电子脚镣。他指出李哲浩曾在被害人家中得到的作案工具。李哲浩不愿面对，但事实已铁证如山。监控录像再次揭示李哲浩案发夜的可疑踪迹。
李哲浩便称那只是一个巧合。申律师质疑这个有前科者的平凡巧合，李哲浩仍是那副不以为然的态度。申律师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紧逼不已。李哲浩愤怒地为自己的电子脚镣找借口。申律师直击重点，质疑警方的调查缺失。明显的，警方的调查是疏漏的，他本应早已登场。验检察官趁机问道：“警方为何未能找到你？”李哲浩的智商不可小觑，他并未辩解，反而提出质疑。庭审以友情破裂告终。重返牢房的贤秀整理好自己的行囊，临行前，他对那位狱友大叔说了句话，大叔以沉默作为回应。贤秀不解，曾经对他关照有加之人，今何以至此背离？大叔给出了他的答案。面对这样坦率的答复，贤秀语言寡淡，然后直接上楼去了。他向大哥点了点头，随即步入自己的单人间。贤秀再次开始新的牢狱生涯。曾经默默无闻的狱中时光，如今手中常握着棒棒糖，还有那位万能的接骨师为他作画。牢房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此时的贤秀沉溺于这种用拳头交流的生活，仔细观察，连吃棒棒糖的姿势都模仿了大哥。开庭日再次到来，此次证人乃是国搜科的博士。他指出，现场有被忽略的关键线索，被害人家中的电子门锁，任何知道密码的人都能轻易打开，尤其是老旧型号，万能钥匙或电击棒都能轻松解锁。他又指出，楼上阳台的门锁坏了，且当时是开着的，这意味着可能有他人进入了犯罪现场。验检察官立刻站起来反驳这些与被告无罪无关。申律师追问博士，报告中是否提到凶器可能是另一把刀？博士确认是这样。大屏幕上展示了一套刀具，申律师指出其中缺少了2把刀，一把是检方声称的凶器，另一把去向成谜。屏幕上随即显示了一个水果盘。申律师接着指出，这是案发现场的物证，照片里有削过皮的水果，但刀却不翼而飞。验检察官却反驳，这只是主观猜测，并无实证。申律师见状，展示了另一张照片。博士指出，被害人手上的伤口有大量荧光剂和甲醛，这些是卫生纸中常有的成分，意味着伤口有过止血处理。他因此推断，这或许是在进行指尖游戏时留下的。在被害人家的餐桌上也找到了相应的痕迹，甚至贤秀手上的那些伤痕曾被控方认为是作案时留下。博士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还在现场示范，根据伤口的情况，即使是刀具滑落造成的伤害，位置也与贤秀手上的不符。申律师指出，门上的血迹中确实含有贤秀的 DNA。由此，证人提供的信息成功反驳了法医的初步观点。验检察官对这一出人意料的质疑无言以对。然后，申律师让贤秀写下自己的名字，贤秀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拿起笔。博士再次发言，根据对被害人身上13处刀伤的分析，犯人很可能是右撇子。申律师继续阐述，贤秀在生活中表现为一个左撇子，而且法医报告也指出，凶手极有可能是右撇子，并且刀伤主要集中在右侧背部，这表明凶手很可能是右撇子。申律师故意提高了音量，希望引起听众的注意。验检察官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局面，于是改变了策略。他询问博士，尽管不是此案的主要负责人，为何会参与调查？出乎意料的是，博士承认自己是申律师的前妻，并表示自己的帮助并非出于私人关系。这番声明震惊了整个庭审现场，包括验检察官。庭审因此取得了重大突破。贤秀回到牢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向都志泰提问，他的眼神表明他非常感激这位一直在照顾和鼓励他的大哥。次日，贤秀面对又一次的庭审，申律师询问坐在证人席上的被害人继父，你是否在签署尸检报告的当天就申请了大额的身故保险金，而且迅速完成了遗产手续，甚至在5天内即售了被害人的房产？继父坦诚自己是因为急需用钱。当申律师追问继父听到被害人死讯时的反应时，继父坦言自己的感受。申律师对他的坦率感到惊讶，继续询问那晚的行踪。继父声称自己当时在约会，并且有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这样一来，赵康排除了另一名嫌疑人。申律师对这一发展感到失望。那晚，贤秀被一名狱友带到锅炉房，原来是卷毛不服，找来了帮派头目支持。这位帮派头目以凶悍著称，言辞不多。老大在动手之前还注意了卫生，消了消毒。接着，正当黑老大要动贤秀时，突然那通风报信的人被干掉了。都志泰无疑是贤秀眼中的救星，总是在危机时刻及时出现。他询问贤秀在忙什么，黑老大话未说完，都志泰便给了卷毛一记响亮的耳光，随后严厉警告宋白虎。黑老大之前的张狂顿时消失无踪。这一幕最终只能让人讥笑，因为即便他不满，面前的都志泰不是他可以对抗的。刀子随即插了下去，贤秀无奈参与了手指游戏。都志泰带走贤秀后，宋白虎对卷毛讲道：“卷毛铭记这句话。”出来后，都志泰提醒要更加小心，因为他们惹上了一帮流氓。这帮人的特点就是喜欢暗中伤人。第二天再次开庭，申律师询问贤秀是否认识眼前的男人，贤秀回忆后肯定回答。申律师追问案发当晚为何停车在被害人家外1公里处，男子解释只是停车休息。申律师指着监控画面追问为何1小时后才回家，
男子称是在车上玩手机游戏，申律师表示疑惑。于是监控画面连续播放男子在被害人家外徘徊的片段，逼迫他解释原因。男子显得无奈，所有人都兴奋地关注起来。申律师继续追问那晚他到底做了什么，男子仍旧沉默。申律师回去后彻夜难眠，试图在旧线索中发现新证据。徐律师早上醒来时发现了申律师手上的喷雾器证物照。双方律师为了陪审团的最终判决做最后陈词。申律师再次要求传唤证人，接着他质问朴组长案发前与被害人争吵的密友，被害人情感纠纷的闺蜜男友，急于继承遗产的继父弟，有犯罪前科并疑似跟踪被害人的快递员，每天在屋外追求室友的跟踪狂。他问为什么不调查这些人，反而专注于与被害人无任何瓜葛的贤秀。朴组长回应称，刑警只依据证据做出判断，所有证据皆一致指向了贤秀。电律师指向屏幕，质问道：那么那个气管喷雾器的证物为什么会丢失？贤秀坦诚是朴组长交到他手上的。此一消息令所有人震惊。朴组长辩称，出于对贤秀哮喘的同情，才将喷雾器还给他。申律师强调，您是资深刑警，却犯下如此初级错误，带走甚至销毁证物。朴组长继续坚决为自己辩护。申律师直截了当地打断他，是因为你见到一个无前科、有哮喘病的学生，不像凶手，所以私自取走了证物。申律师进一步质疑其他证物的可信度。申律师踉跄前行，进行最后辩护。此刻他几乎无法睁开一只眼，他缺乏激情的陈词，只是简洁地说，我不确定我能否适宜站在这里，曾经只接些无足轻重案件的三流律师，这是他律师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案。20年律师生涯见识了无数罪犯，这让我能凭直觉判断他是否有罪。自看到金贤秀第一眼起，我便看出了他那善良无辜的眼神。如果他真有罪，那或许是偷开父亲出租车，接受陌生人食物，未及时救治受害者，惊慌失措逃离破坏现场，或酒后吸毒驾车。但检方不查其他嫌疑人，甚至隐瞒证物，仅凭偏颇的间接证据就要断送这位大学生的生活，甚至夺走他的生命。依据宪法无罪推定权，在检方无具体杀人证据前，我们的被告应被宣告无罪。法官宣布，经审判团投票后宣判，投票结果为有罪4票，无罪5票。未能全体一致时，以多数票为判决。就在所有人认为结局已定时，法官宣布陪审团决议仅供参考，最终判决权由法官决定，给予贤秀最后一次陈述机会。贤秀起立，他说，我为受害人的不幸感到抱歉，但我真的是罪犯吗？我不这样认为。法官随后作出最终宣判，这一判决让贤秀彻底绝望。归途中他找到了都智太，深陷绝望之时的恐怖无边。宣判前夕，都智太询问贤秀是否愿意吃糖，贤秀断然拒绝了。然而在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贤秀已经放弃了一切。都智太取出了他珍藏的糖果，这一次贤秀没有再拒绝。父母来探访，反复叮嘱说服他，若陪审团判无罪，可提起上诉，但贤秀请他们不再来探望。那天贤秀与都智太懒洋洋地度过。都智太忽然说出切莫放弃上诉的权利，坚持下去会有不可预料的转机，并告诉他贤秀的人生将与他大异。话音未落，一个身影突袭而至，回头一瞥，是卷毛。贤秀尚未反应，都智太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卷毛几近疯狂地喃喃自语，贤秀拼命地呼喊狱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智太竭尽所能告诉贤秀必须上诉，他的话语尚未完整便永远定格。与此同时，朴组长荣耀退休，验检察官也因此案获得晋升。狱警迅速没收了都智太的所有物品，只有申律师还在不断地审视监控录像，从中似乎发现了线索。之后找到了曾是证人的跟踪狂，跟踪狂的一句话重燃了他的希望。失去保护的接骨师变成了囚犯，与贤秀对视之时，贤秀却沉默不语。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贤秀在狱中成了另一个苦力。同时，申律师找到了一直在背后支持他的金警员，尽管这份帮助不是无偿的。随后申律师收到了一箱关于案件的资料，在大量证物中，申律师找到了跟踪狂的照片。他迅速查看了案发当晚的通话记录，这通话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然后申律师走到街角，拨打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是死者生前的私人医生。申律师似乎得到了某种重要证据。朴组长退休，满身荣耀，享受着与家人的温馨时光，孙子的天真笑容成了他眼中最大的宠爱。申律师突然现身，打破了这份和谐。申律师神色凝重，展示了一组关键的案发夜照片。朴组长沉重的叹息，悔恨地说，已为时已晚。申律师尖锐质疑，您的孩子是珍宝，别人的就该被草率对待，留下决定性证据。申律师默默转身离开，证据最终落在验检察官的案桌上。朴组长忏悔，试图弥补自己当初的失误。验检察官深思后，也终于良知发现，决定采取行动。狱警中断了贤秀的劳作，带他去会见重要的访客。贤秀低头，困惑地问申律师来意。申律师迟疑，挣扎着寻找开场白。随即，申律师揭露凶手真身，死者的私人医生，宣布贤秀无罪释放。经历了无数磨难，贤秀终于迎来真相大白的那一刻。
然而，连续的打击让他对一切变得麻木，无动于衷。初审的不公和过程早已让贤秀对这个社会绝望。律师代表司法机关向他道歉，贤秀只是淡然地向申律师表示感谢。新闻上，验检察官正在澄清事实，但对误判一事避而不谈。检警合作揪出真凶，但验检察官语气中并无歉意。验检察官义愤填膺地宣称，正义终将得以伸张。经过不懈努力，检警团队最终逮捕了真正的罪犯。在公正与冤屈之间，验检察官只是简单地调转了事实。贤秀步出了给他带来创伤的牢房时，似乎再次看到了都智泰的影子。贤秀内心渴望与都智泰分享这一刻的释然，但他所依赖的这个空间已经一片空旷，不复往昔。走出大门，昔日的稚嫩已从他的脸上消逝，心中满是复杂的情感和回忆。亲人来接他，他凝视着都智泰曾经挽回的那辆出租车，陷入了沉思。这辆出租车差点成为他人生的终点。他注视着那间熟悉而陌生的房间，似乎已是另一个世界，一切看似恢复原状，但妹妹交谈时的隔阂却无法忽视。喷漆的侮辱覆盖了自家墙壁，街角的目光带着难以言说的重量，狱中的烟瘾不请自来，难以摆脱。这些创伤如今化为不可撤销的现实。他孤身走上屋顶，俯瞰着喧嚣的城市夜景。他可能在思索，如果那晚他没去派对，如果他没有驾驶父亲的车，如果他未曾让红菊花搭车，如果他拒绝了那场无意的宴席，如果他没有误闯入那个陌生人的家中，如果他没有在事态严重后选择了逃避，那他或许还能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大学生。现实从不为你曾经的不明智行为买单。我们能做的只有对法律心存敬畏，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正义可能姗姗来迟，但永远不会缺席。